你个黄毛丫头怕你什么？你有所依仗，如日中天之时，手上沾满鲜血，却不需要付任何代价。如今你失了圣心，没想到这死字来得如此轻巧吧？没有圣上的旨意，你们谁都不能动我。你去见圣上，你要说什么呢？你夺走我的公道之时，圣上没有出手干预。如今你想要公道，凭什么就能得到？你站在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睥睨众人的时候，会替我的父亲母亲委屈吗？会替我不甘吗？你不会。你会觉得顺你者昌，逆你者亡，一切都是我们咎由自取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毫无愧疚，为何轮到自己却如此害怕？你不会觉得自己能永远不死吧？你不会觉得杀人不需要偿命吧？当年你命陆克生调慢我家中漏客，让父亲未能按时面圣，引圣上猜疑。圣上让你带我父亲即刻入宫，你却假传圣旨，直接灭我满门。所幸父亲已经上交兵符，证明了自己的一片忠心。你眼见事情败露，不惜将传令的内侍杀死，编造我父亲狂性大发、负隅顽抗、屠杀妻儿的谎话。他逼我的，是端王逼我的。你一个小小女子，安置权谋之争、纵横之策，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谋划了这么多年，就为了杀我。你难道不像你父亲那样去懂得一些身世多事？我们也不必这么两败俱伤。你现在也来逼我！你敢杀我！我不能死，我不会死，我要去见圣上，我要去见圣上。作为端王的女儿，我不能杀你，因为有大唐律要遵守。作为内卫，我不能杀你，因为有朝局要平稳。我想要遵循规则，寻求公道，最后却发现你站在规则之上，你得意忘形，觉得我能奈你何？你以为朝廷依仗你，圣上器重你，所以无人敢动你。那我就让朝廷忌惮，圣上厌弃你。你以为你稳坐高台，颇得圣心？那我就给圣上一个杀你的理由。你以为你站在这世间的规则之上，那我就来你的规则了，杀你。
修罗！白修罗！白修罗这下来了！看好他！白修罗！白修罗！ 上元天庭，昭昭烈相，关门之中，坐于中正。有人在竹林里设局，使你们进入演说的迷境。那人应该会在暗中观察你们。竹林茂密，想一览无遗，应该鸟瞰。 县主，你为何会在此处？奴婢本属司院司，负责园院种植，刚给花草换了盆土。方才为何站在栏边？奴婢听到一阵铃铛声，有些好奇，便凭栏查看。你跟这个案子真有缘，每次都能遇到你。县主，奴婢一向循规蹈矩，从未做过歹事。老实人犯起坏来才叫难办。什么花草啊？需要大晚上处理。 这些花草根须娇嫩，若白天移植根本活不了，只能晚上做。装神弄鬼！县主饶命！这些花草里，不会恰好有人参子吧？什么人参子，都只是些寻常花草。你知道白修罗吗？不知道。你都不问我什么是白修罗。 天晚了，太史丞还是早些出宫吧。县主还要躲我到多久？你以为能拦得住我吗？拦不住，但也要拦。好啊，那太史丞，你说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想向你道歉。之前我故意隐瞒，是因为我自以为是，觉得不让你想起来，就是对你最大的保护。 但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软弱，以为我不敢面对的事情，你也不敢面对；以为我不能承受的结果，你也无法承受。但我错了，我没有办法感受你这15年的痛苦，所以我也没有权利决定你如何选择。你比我要勇敢得多，你应该得到你想要的真相。你不需要道歉，你也没有做错什么。 是因为你能帮我想起那晚的事，我硬把你留在身边。现在那些事我都记起来了，我已经不需要你。但我需要你。上元夜宴，你借陛下之威将我留在身边。你如此聪明，应该早就看得出我愿意留下，并非是因为那道圣莲。裴爷，我可能没有那么多办法将你留下。 但我想要守在你身边，仅凭一念。太史丞，不要说大话了。没有谁会一直在谁身边。我爹娘，我师父，都离开我了。
尽管他们再不愿、再不舍，死亡也不会对任何人格外开恩。这么多年，我追踪查案，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就算我竭尽所能查明真相，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。死去的人已经死去，活着的人依旧痛苦。我劝你离我远一点。我真的是天煞孤星，待在我身边会死的。我不怕死，我怕。县主，怎么了？潘永琪死了。怎么回事？白修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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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！不要执迷不悟了，白修罗真的庇佑你，你又怎么会被抓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！与君归西，白修罗。潘永琪，与君归西，白修。有没有看到什么人经过，带着弓弩？没有，我一路过来一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潘永琪死前丝毫不怕，完全没有躲避弩箭的意思，说不上来是种什么感觉。虔诚。对，就是虔诚。这弩箭是经无畏所用的制式，射程最大在10丈左右。我沿着弩箭射来的方向去找，或许能找到凶手的踪迹。哎，天黑不知竹林里什么情况，不要独自行动。你和太史神一起。好，你们和好了？你守在这儿，我四处看看。是。方才我从假山那边来，就是在这附近跟五人遇见的。按潘永琪倒地的位置和箭矢刺入身体的角度，弩箭确实是从这个方向射出的。而且你们2人从2个方向相向而来，没道理连那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。太史神留在此处，我去。小心！找到了，中箭而亡，没有中毒，也没有其他外伤。金无畏武器管理严格，外人很难拿到。凶手是金无畏，可既然要装神弄鬼的杀人，为何又要暴露身份？通灵白修罗，他一直被绑着，何时放进嘴里的？这张符纸涂过蜡，不会被浸透，应该是去祭坛之前就含在嘴里了。他知道自己会死。要是我再警觉一点，潘永琪就不会死了。他若有意赴死，你防不胜防。这铃铛是？那人给你们设局的方法，从你们进入竹林开始就已经入局了。夜晚竹林本就静冥阴森，竹枝稠密，竹叶蔽月，让人很难辨明身在何处。之后，那人用铃铛声吸引你们的注意，让你们精神紧张的同时，会有微留意声音的异常，从而会令其他感官放松警惕。最后，你们到祭坛前，用不断旋转的风轮，使得你们彻底被那人带入眼术阵法，迷了心智。白修罗，我记得，就是潘永琪跪在祭坛前喊了那声白修罗之后，我和老大就看到了鬼影。他是设局者。不，他的反应和我们相同，更像是一个入局者。只是他对白修罗的盲目崇拜，加重了眼术对我们的影响。那句话，
恰好成为最后推我们入局的关键。这些铃铛是系在竹枝上，风吹后发出声响，但那铃声十分急促。竹枝上确实系了一些铃铛，但不止如此。是一只被居服困住的黄大仙。那丛竹子挂了不少铃铛，黄鼠狼挣扎时会令竹枝晃动，从而间或造成急促的铃铛声。我把它放了，他还拿屁熏我。这网是怎么缠住黄大仙的？这是捕兽用的居服，只要把吃食放在里面，黄鼠狼走近，踩到连接机关的线绳，机关弹开，线绳就会收紧，将黄鼠狼缠在里面。这种东西在宫中确实少见，轻巧隐蔽，几片叶子便可将其遮掩起来。这凶手的花样可真多呀！弩箭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杀人的是竹子。丙申57，潘永琪头盔里的编号也是这个，他是被自己的弓弩射死的。这种箭竹韧性极强，用足够的力量往回拉动扳机，射出弩箭。这个洞口找的真是合适，放置的人也很了解这把弓弩，足够稳定，才能射中目标。这个季节的竹叶一落，顷刻之间便能掉落一地，从而遮盖之前的脚印。脚印后深浅浅，划了点在足后部，是蹬地后退的足迹。是那人在拉拽竹子。此人身高应在60之上，身体强壮，走路时左脚受力更多，而且左脚外八，右脚正常。是潘永琪。潘永琪，他自己布置了杀死自己的机关，难怪他当时一副知道自己要死的样子。这竹子韧性大，连上扳机后立刻便能将弩箭射出，所以这里之前一定有一样东西卡住扳机，等需要的时候移开此物，竹子回弹的力量就会拉动扳机，射出弩箭。但这一片我们都找过了，除了这弓弩，没有其他东西。冰块足够坚硬，可以抵住扳机；冰块融化，竹条便可以拉动扳机，射出弩箭。潘永琪死的时候，你可有听到或看到什么？木鼓声。潘永琪就是在听到木鼓声之后，忽然冲上基台夫死的。那便不是冰，冰块融化的时间很难控制。罗医生，是罗医生。罗医生，身体没有明显的外伤，死前应该没有野人发生过的。他的身体左侧有树叶和泥土，左手手掌有些擦痕，背后有被拖行的痕迹，应该是摔倒之后被人拖行致死。罗一成应该是在此处倒下。从足迹来看，脚跟蹬地，还有搓行的痕迹。凶手力气不大，应是面对回廊，费力地将尸体拖到此处。县主，能否推断出罗一成的死亡时间？从尸僵程度上来看，死了不久，大概约2刻。为何要将尸体费力地拖到这儿来呢？约
约2刻前，这道明暗线刚好在此处。罗一成的脸一半明一半暗。舌头发紫，舌侧有瘀斑，难道又是中毒？你是医监，但说无妨。舌头发紫，有瘀斑，未必是中毒，也可能是胸痹。看，罗一成指甲发紫，嘴唇呈乌紫之色，这些都是胸痹发作的症状。也可能正是因为胸痹发作，罗一成才会摔倒，擦伤手掌。胸痹？罗一成平日便有心痛的症状，我还给他开过血府逐瘀丸的方子。县长，罗一成可有提到过白修罗？虽然还未找到那个帮潘永琪点燃松木条的神秘人，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是自愿赴死。人参子是罗志安提供的，可罗志安竟在这个时候死了。县主的意思是，罗志安的死不是意外？胸痹发作很难为外力左右，二人口中都有恭迎白修罗的符纸，总觉得他们的死没有这么简单。那个挪动罗一成尸体的人，又会是谁呢？县主请。县主，这是罗一成的书桌。这是普通的平安符。罗一成是不是偷偷信奉了白修罗？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老臣有所耳闻。刘一成也感兴趣？怪力乱神，非流言。罗一成有个学生，他对罗一成的情况比较清楚，老臣去给你找来。医正赵玉迪见过县主。原来师傅并未把辟邪的平安符带在身上，怎么回事？谋害一成的不是人，是鬼。鬼？阴阳路上有女鬼夜行。县主相信有鬼吗？我从不信鬼神。我若非亲眼所见，也定会认为是无忌之谈。1个月前，苏婕妤深夜突发急症，我和师父前去看诊，直到亥时，娘子才安稳睡下。平时我和师父都是走大路回太医署，可那晚不知为何，师父偏要走着鲜有人走的阴阳路。师父，我们还是走大路吧，这路实在是吓人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非不信也，敬而远之。就算有鬼，那就一定有仙。我们问心无愧，何惧哉？谁？哎，师傅，你也看见了？何人？深夜还在此逗留？温美仪。一坚，真的是你吗？一坚，一坚，救我！松手！一坚，一坚，你快走！放我！松手啊！你快！你看看我！一坚，你放我！你放我！一坚，一坚，师傅，快来人啊！快来人！来啊！救命！师傅。
亲眼见的那女鬼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画中，病死的人我见过不少，见鬼我还是头一回。他们认识？我不确定，只是那女鬼一直叫师傅移肩，师傅吓坏了，当场凶逼发作。后来你又见过那个女鬼吗？我也想再来看看，可师傅坚决不允许来，我何必给他添堵呢？我还特地给他求了平安符，可那符怎么会不带在身上呢？而且师傅为何又来了这阴阳路？多谢赵医正，如果还有什么想起来的线索，随时来聂业局找我。县主，你大概是不记得我了。下官曾和裴玉同住。是你。若非县主向圣上提议，我在太医署，恐怕还是一个让人呼来喝去的打杂女医工。可现在，我也能独自出诊，治病开方了。恭喜你。谢谢县主。谢谢你自己，谢谢裴玉。是他。我美于董才人，甚美。你叫我什么名？董才人。董才人。陆一剑，你回来了！陆一剑，你回来了！陆一剑，你回来了！你回来了！陆一剑，陆一剑，你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陆一剑，陆一剑，你来了，终于来了！陆一剑，救我！陆一剑，陆一剑，娘子，陆一剑。没事，娘子不是女鬼，请县主为娘子证明。堂主，那江家娘子还敢不起？哼！告诉所有的人，江离的事少管。是，他之后7日会在这里休养。童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娘子也不会死。
没想到你忘恩负义，竟然还敢霸占他的身份！今天我就要杀死你，为我们家娘子报仇！你以为把我和堂主杀了就行了吗？那些把梨儿送到真女堂的人呢？那些10年间对他不闻不问的人呢？你以为他们就会悲伤愧疚吗？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，他们只会假惺惺一哭，将此事抛了，然后在肛门里风光自在。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你家娘子就白死了。楚君，楚君会为娘子做主的，楚君会为娘子。我做主。蒋相国10年间对他女儿不闻不问，眼下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反倒起了心为他做起主来。且做主又能如何？封了这真女堂，把梨儿的身子带回去风光大葬，那还不是让他一生污名又埋了秽土？那回去呢？给他那位继母争一个不计前仇的美名。童儿，我的确需要江离的身份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和江离活着，都是满身污名，无人可信。梨儿信任我，我也信她。可如今，梨儿亡故于此，已无法自辩。那我来替她辩。他们不是以为我们一辈子都活在污名之下吗？那让他们好好看看，我和你怎么从这一滩污名里踏出去。大家一定要认真打扫啊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，尤其是那个树底下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一定要把真女堂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。童儿，童儿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看你一个人拾柴太辛苦了，明日我陪你一起去。堂主说过，你暂时不能出这个院子。我再也不敢碰了。我让你好奇，再也不敢。说了那个灯笼，只有堂主可以碰，让你不听话，让你不懂事。别看了，快点走吧，一会儿被发现了。为什么灯笼不能动了？真女堂有规矩，不可点灯夜行，只有祠堂外才能点灯笼，所以点灯笼的人只有真女堂堂主，旁人绝不可动。女有4行：一曰妇德，二曰妇言，三曰妇容，四曰妇功。夫云妇德。女工不错，平日里做多了，就练出来了。再过些日子，我会打点好一切，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离，你便可以出现在所有人面前。谢堂主。给我吧。
上叫男而不叫女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自是能有你一口饭吃。自是听堂主吩咐。堂主，你今日换熏香了。做公事，勿要多言。堂主慢走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，遐思不眠，视为不洁；漏夜行动，视为不洁。虚11刻，躺卧身定。真女堂守备森严，我和娘子在这里住了10年，都没能找机会逃出去，现在恐怕更难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现在出去视为不洁，是要被打的。大家现在都熄灯睡觉了，我悄悄跑出去，应该不会被抓吧？真女堂有深夜不能外出的规定，是因为以前有一个真女深夜偷溜出去私会情郎，结果摔下山崖死了。可她老是阴魂不散，整夜纠缠着真女堂。后来又有一个真女贪玩偷溜出去，结果碰到了那个女鬼，被吓得没了半条命呢。这怕不是为了不让你们出去瞎编的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个真女记得清清楚楚，那个女鬼也穿的是真女的衣服，而且个子高高的，可吓人了。高个子女鬼。3日后，参加月中法会的柳夫人会顺路来慰问真女堂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柳夫人会在这里住1夜。这几日你吩咐下去，务必把真女堂收拾干净，好让柳夫人住得舒服。知道了。柳夫人到来之日，让他们2个好好待在屋里，不得随意出入，以免污了贵人的眼。是。户部侍郎柳元丰的夫人。童儿，你知道柳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她曾经是我们家叶夫人的好朋友。你头上的这支钗还是她送给我们家叶夫人的。柳夫人一路辛苦了。我来布施，又怎么会辛苦呢？见过柳夫人。真女堂这般上下齐整，实见堂主用心了。我贸然来访，恐打扰你们了。岂敢岂敢，夫人惠临，我等感激不尽。厢房已经备好，还请夫人委屈一晚。这边请。童儿，童儿，快醒醒！今天晚上是我们唯一能够离开这儿的机会。怎么离开？柳夫人。可柳夫人一直都知道娘子在真女堂，平日里也不见她过来问候，
况且，若是江家不发话，他能带咱们走吗？你把这个发钗交到柳夫人手上。这能行吗？你跟柳夫人说，江里有难，她看到这个发钗，定会随你而来。可现在这真女堂上下都为堂主师尊，就算柳夫人肯为我们出头，等到时候堂主万一不认，还会反咬我们一口呢。若是柳夫人亲眼撞见堂主他品行不端呢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闻到过堂主身上的香味？他每天都涂脂抹粉，有什么奇怪？那他是每天，还是偶尔？好像不是每天。这就对了，我是第一次念女阶的时候就闻到了堂主身上的香味。这种香味不是普通的香味，是依兰香。依兰香，就是夫妻之间调情用的。这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夫人，我看这几日主人没有过来看你，我给你准备了个东西。这是何物？依兰香。堂主身上出现调情香，灯笼就会出现在今夜的高度。堂主身上没有香味，灯笼就不会挂这么高。原来这灯笼还有含义呢。真女堂附近是不是有个鹤灵观？对，在对面的山上。那天溜出去帮你拾柴的时候，我特意往山脚鹤灵观的方向走，发现当灯笼挂在高位时，对面山上就能看到灯笼。而灯笼在低位时，就看不到了。之前我去鹤灵观上过香，那里每隔1晚会有一次法会。有法会的时候，堂主身上就会出现调情的香，这时山上就可以看到升到高位的灯笼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那灯笼是去给鹤灵观参加法会的人看的。没错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会不会只是一些巧合？不是巧合。有天，我趁着他们外出采果子，故意把灯笼挂低了。你猜怎么着？那天晚上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趁你睡着，我偷偷溜出去了，然后就碰到了你说的那个高个子女鬼。入夜不能出去，女鬼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控制我们，好让她自己方便行事。可这要是在真女堂被抓住，是要被关大牢的。而且鹤灵观还有法会，堂主怎么敢在柳夫人来的时候喊？灯笼是我挂上去的。姐姐，你太厉害了。那我现在去找柳夫人。童儿，你去找柳夫人，除了发钗，还需要一个理由。动手。不是，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吧？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身上没有江离的伤痕，戏要做足，才能撇清自己的嫌疑。为了江离，我们必须这么做。
主君，前面就是真女堂了。真女堂，那里关着一些不能下山的女人，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谁？你出来！你出来！出来！女菩萨，我遭人迫害，还请女菩萨帮我一把。这里不是佛堂，我也不是什么女菩萨。你在这躲着，早晚会被发现。那个窗户后面就是后山林，快走吧，走啊！多谢。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他。杀吧，正好再加一条杀人罪。苏国公，秦公子，赶紧束手就擒吧！你贩卖私盐的罪已经逃不掉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把私盐的来处交代清楚，害我主君从鹤林观追到这个破地方。倘若说不清楚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的命。少诓我！落你们手上，能有什么好下场？你们今天要是不放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一死，不如就在这儿死了。至少黄泉路上还有一个美人相伴。我这个人向来心善，既然你心中是这样想的，那我便如你所愿，一会儿让你和你这位美人在地下团聚。夫人，我们家娘子快要病死了，救救我们家娘子吧！这是我给珍珍的发钗，难道是李燕儿？是，快带我去找她。好，走。唐君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，要不我们放弃吧。苏国公已经追到真女堂了，如今又当场抓住了你我二人，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个臭婆娘，在胡说什么？上面的人是什么意思？把我们逼到了绝路，你先把我放了，我们好好跟苏国公认个罪，兴许还能活命。你到底是谁啊？郎君，我是你的同谋。动手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哦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同伙。你赶紧杀，杀完了，我再带你走也一样。正好让我看看，你们是如何清理门户的。我现在就杀了他！
快追上了！跪下！起来，主君，你再看看他，是不是很眼熟？娘子，看看这布。娘子，那楼上有人在看你。哎，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。那就是新晋状元的夫人，怀乡第一才女，长得漂亮吧？你怎么知道她是怀乡第一才女？我这还有别的。他派眼线四处搜集美人才女。陆基，你那人是肃国公。我听沈郎说，他为人张狂，行事狠辣，被他盯上不是什么好事。快走！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姓薛。你认错人了。也是，死都死了，在山上做鬼有可，在山上做贼，倒是不可信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不要听这个疯婆娘的，我是无辜的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着真烦呐。带回去，关起来。来人！今日就将就在这儿把你给审了，审完了，叫你们这管事的把你给领回去。起来！肃国公，你看不上我吗？嘿，你这个女人啊，还真是放肆啊！身在真女堂的女人，就干不出贩卖私盐的事吗？我知道的，不比那个人少。你带他回京受审，为什么不带上我？求我关你？你还挺有意思。在这个地方，肃国公不能对我刑讯逼供，不觉得施展不开吗？离儿，你在里面吗？离儿，若是今日我们没有进来，你想唱的是另外一出吧？你是在说你不姓薛？你带我回京审一审，便什么都明白了。你原本想唱的那一出，今日可看得见？肃国公想看，来都来了，把我绑起来，带出去，我唱给你听。娘子，你怎么被绑着？哎，别碰他，他现在是我们肃国公的人犯。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柳夫人是吧？肃国公，我追拿朝廷要犯至此，或此女与人犯有同谋之嫌。如今此女，我要带回详审。肃国公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童儿，这位夫人是娘子，这就是小时候常来看你和夫人的柳夫人呢。竟然是柳姨，柳姨，你真的，柳姨，救救我！我不是什么犯人的同谋，我被人陷害，百口莫辩，我不想被带回京城受审，救救我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着急。肃国公，你怎么能随意抓人呢？这可是真女堂，就这样在堂里把真女带走，也不跟堂主知会一声。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柳姨，你帮我求求堂主，让他替我说说话。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找堂主，让他替你主持公道。
我在这等你，刘夫人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把灯笼挂得高高的，我自然便来了。灯笼，现在不行，有贵人来，你赶紧走。你起来，你赶紧走。来都来了，我看过了，外面没人了。放开！男盗女娼，雕凤弄月，荒淫无耻！来人，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拿下！你们两个，快点给我拿下！刘夫人，走，快点，跪下，跪下！我还是第一次见，这做主的被绑着过来。这青城山真是让我开眼呢。刘夫人，我是被陷害的呀！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想在宋国公面前抵赖吗？我不管这里的脏事，柳夫人请自便。来人，把所有贞女都给我叫醒，留2个看门的，全部都给我押回去。明天报官，让衙门好好审审。这2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啊，我看着就糟心。现在就给他们押走。是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刘夫人，你冤我！刘夫人，柳夫人，我的人犯我可以带走了吗？主君，他身上有伤。现在怎么办？带走还是？找个房间让他休息。另外，你过来。审一审这个丫头。是。啊！总算是醒过来了。刘姨，让你受累了。你真是受苦了呀！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哎，别动，头还晕吗？再躺一会儿啊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啊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肯定是那个娼妇所折磨的。你那丫鬟拿着发钗来找我，我一看这发钗，便知道你遭了难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在这儿遭了这样的罪，她得多心疼啊！刘姨，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这次我能见到柳姨一面，已经很知足了。
就是不知道肃国公他会不会。丽儿，你别担心，我虽不能从肃国公手中将你带走，我定会让那江家人把你从他那里接走。你等着吧。快点，快点！火并跟上！听闻肃国公善于私刑逼供，但我得提醒你，此女可是相国嫡女，若是日后我发现她身上有何不妥，定会如实禀报江相国。这江家还会管他吗？江家不管他，那朝廷就管不了肃国公了吗？嗯，这柳夫人还挺厉害。说正事儿。哦，正事就是人醒了，带走吗？让他歇一晚再走吧，免得人说我苛待犯人。可秦公子都已经押走了，这犯人跟犯人不一样。准备纸笔，我要写封奏书。这真女堂，我也想凑凑热闹。是。腾儿，姐姐对不起，我把姐姐自伤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真的是太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如今也不重要了。姐姐，那个肃国公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他是个意外。我听外面都在说要把姐姐带回京城去受审，这不挺好吗？将计就计，我们可以下青城山回京城了。可是姐姐，我们就算能回到京城，也回不到江家呀。而且，那个柳夫人真的会去江家吗？柳夫人不用去求江家。堂主与人苟合之事，已经给了柳公一个在朝堂上说话的口子。此事只要呈上朝廷，摆在圣上面前，江家就不得不把这个丢了10年的女儿想起来。江家位居高位，断不愿落个薄情寡义之名。所以，不管江家愿意与否，接江离回家这件事，他们不仅要做，还会做得风风光光。昨夜睡得好吗？肃国公一夜没睡。想了一宿，你到底姓什么？肃国公没有问柳夫人吗？柳夫人说你好像叫梨花。哦，狸猫，小狸猫。肃国公，请自重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犯人教我自重呢。你这也太没有犯人的自觉了吧？这样呢？昨日发狠抽自己的后背，今日又伸手就绑。你这小命拼过头了。肃国公应该不怕拼命的人吧？走了。姐姐。